男朋友年薪50万，他说攒够20万彩礼就娶我，可我从25岁等到33岁，他也没攒够，一直到第8年，他在同学聚会上喝得醉醺醺的，让我去接，在门口我听到一片笑闹声。要是校花想嫁，别说20万，就是200万彩礼，江哥也掏出来了吧？那肯定啊，当年要不是校花出国，哪里轮得到现在这个平替货？别说20万了，我打赌江哥只要一卖惨，就是让他倒贴，他也愿意。江燕沙哑的声音从门缝里透出来。别说了，明月毕竟跟了我8年，我娶还是会娶她的，只是都被我睡烂了，不值20万彩礼，最多就值我1天的工资，凑个整，2000块吧。我红着眼睛给金牌红娘妈妈打去一通电话。妈，你说的那个极品高富帅呢？我去见见。有人揶揄道2000啊，江哥很懂吧？刚好是夜店头牌1万的价格。这句话引起了一片笑声。要我说，2000多亏了。30几岁的老女人哪里配跟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一个价？也就是江哥心善，愿意把赔钱货娶回家。门内的笑闹声还在继续。今天的话不准让沈明月。身后好像传来了江燕模糊的呵斥声，我却听不进去一个字，捂着脸快步离开酒吧。到了门口，一股极致的恶心感涌上心头，我对着垃圾桶反胃的干呕，脑海里却自虐般的一遍又一遍的回忆偷听到的那些话。我不敢相信爱了8年的人，竟然只是把我当成了廉价的平替。夜风吹红了我的眼睛，我记不清自己怎么打上了车，又怎么坐上了车。一阵特别铃声响起，我才如梦初醒的摸索出手机，置顶的聊天框弹出一条新消息：亲亲老婆，到哪里了？我好难受，快来接你的宝贝回家呀。江燕对外是个理性至上的精英，只有私下面对我才会撒娇。我以前最吃这一套，现在却只是面无表情的想。看来江燕真的很爱他，连我这个白月光的平替都舍得付出那么多心理演习。我没回复，拨出一通电话，很快熟悉的声音没好气的响起：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？积压已久的情绪在面对最亲近的人时骤然崩溃。妈，你说的对，江燕她根本没想娶我，你上次说的相亲对象，我去见一见吧。以前江燕迟迟拿不出彩礼娶我，我最厌烦妈妈催婚，现在我却迫切渴望一段新感情，好麻痹这段感情的伤害。我的好女儿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放心吧，你妈我可是金牌红娘，这次这个可是自留款稀罕物，绝对够劲儿，什么江燕都给老娘爬。只是你确定放下了吗？我笑了一下。妈，你知道我是最倔的性子，我认定江燕时可以守着一个承诺等8年，想开后也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。有些南墙撞一次就行了。挂断电话，擦干眼泪，下车后除了眼角微红，我脸上再看不出半点脆弱。凌晨睡得迷迷糊糊时，一具带着淡淡龙舌兰气息的身体环绕上来，男人委屈地嘟囔着：我吹了好久的风，你怎么不来接我？好像昨晚听到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我和江燕还是幸福又普通的一对，直到江燕把头埋在了我的脖子上，含糊地说了一句：婉和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狼狈地把她推开，逃去克我。沈明月，你真可笑，竟然还会为一点虚假的温情动摇。我看着镜子里自己和陈婉和相似的脸，掐红了掌心。早上醒来，江燕系着围裙，端着一盘爱心煎蛋走出厨房，看到我，她嘴角微勾：老婆，快来吃早餐了。洗漱台上放着情侣牙刷，蓝色是我的，粉色是江燕的，亲密地依偎在一起。我记得当时我把粉色牙刷递给江燕，她臭着脸，却还是乖乖接过。8年的感情实在太重，这样日常又甜蜜的小物件，在这个家里随处可见。我用水拍拍脸，收拾好心情，坐到餐桌前，一点一点把盘里的爱心煎蛋戳得稀碎。江燕，我们分手吧。盘子和刀叉碰撞出刺耳的声音，江燕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。老婆，这种玩笑不好笑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又说了一次。面对最棘手的案件，也没皱过一下眉头的江大律师，罕见的情绪外泄。从昨天开始，你就不对劲，不接我，没有等我回来，也没有醒酒汤。江燕优越的眉眼染上怒色，托起青筋的手紧扣住我的肩膀。沈明月，你究竟在闹什么？我不想说，我听到了他昨天说的话，那些戏谑的话让我难堪。我挥开江燕，径直起身去卧室拿出昨天收拾好的行李。江燕，我等了你8年，我现在不想等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分手吧。江燕黑漆漆的眸一顺不顺地盯着我，嘲讽地笑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只是嫌彩礼太少了，更年期都快到了，还学小姑娘玩欲擒故纵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真可惜，我不吃这招。心被扎得刺痛，他明知道我最在意年龄，我不想再多说一个字，背着行李往门口走去。沈明月，过不了1星期，你会像狗一样求着找我复合。我关上门，把江燕笃定的声音锁在门内。下楼后，随手把钥匙扔进垃圾桶。我不是初识情爱的小姑娘，既然决定要走，就不会再给自己回头犯贱的机会。坐上去律所的车，妈妈的消息刚巧发过来。那个相亲对象你也认识，秦叔叔家的小儿子，海归顶帅，约个时间见一面咋样？好，下班了我就去见。到了律所，我把准备好的辞职信递交了上去。老板有些惊讶：明月，你业务能力很不错，为什么要辞职？我很喜欢这家律所的氛围，可惜江燕是合伙人，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纠葛。我淡淡一笑，没有正面回答。私人原因，
在离职手续办好前，请您别公布我离职的消息。出了办公室，工位上放了我最爱吃的老式鸡蛋糕，还有一杯热牛奶。同事小姑娘笑着打趣：江律送的，他说你早饭没吃多少。早年工作太拼，我患了胃病，江燕总是惦记着，怕外卖不干净，一日三餐只要有时间，总是她亲手做，营养又合口味，把我的胃养得娇气。一阵喧闹声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大家安静下，我来介绍一下新同事陈婉和，刚回国的精英，今天正式加入我们律所。掌声热烈地响着，我却呆呆地看着。陈婉和亲密地挽着江燕，相视而笑。郎才女貌，真是般配。听说还是江律师主动要求陈婉和做他助理的。你们都不知道，陈婉和是江律的白月光，江律就是为了她才单身那么多年的。同事小姑娘听着这些议论声，尴尬地看了我一眼。江燕以事业为借口，一直没有公布我们的关系，全公司只有小姑娘知道。我把早餐递给她，淡淡开口：你吃吗？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，我把早餐扔进了垃圾桶，摸了摸口袋，只有一颗快化掉的巧克力，这是江燕怕我低血糖犯了，特意准备的。我随手扔掉，下楼另外买了早餐。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却被江燕拉到无人处。她夺过我手里的面包，眉头微皱：你有胃病，不能吃冷的，别闹脾气了，我再去给你买一份。不用2个字还没说出口，陈婉和就走了过来。阿燕，江燕下意识推开我，避嫌般向陈婉和解释：没有，只是普通同事而已，不熟。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我默默捡起掉在地上的面包。好久没犯的胃病来势汹汹，我缩在墙角，腾出眼泪。只是这次没人为我暖肚子，轻轻拍掉包装袋上的灰，我混着泪水一口一口地吃完了早餐。等到下班，江燕和陈婉和也没回来，同事们揶揄地笑着。看来律所好事将近哦。早上听到这些话，我的心还会难受，现在却只剩麻木的钝痛。我交接完工作，和小姑娘告别，她不舍得看着我。明月姐，你别伤心，是江燕配不上你。我笑了笑，把手上的客户清单发给她一份。祝你早日成为大律师。等电梯时，陈婉和朋友圈更新了一条暧昧文案，律所闲聊群有好事者贴了出来，沉寂已久的群瞬间沸腾了起来。我没细看，因为相亲对象已经到楼下了。我退出了群，删掉了江燕的微信，向咖啡店旁拿着花的男人走去。你好，我是沈明月。都是30几岁的人了，我和沈旭相亲是奔着结婚去的，条件合适，聊得来，家里父母又都知根知底。一场约会下来，我和沈旭快要确定关系时，江燕却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透着醉意和一股脆弱。姐姐，我好难受，你能不能来接我？听到这个久违的称呼，我一时晃了神。江燕比我小5岁，刚认识时她一直叫我姐姐。姐姐，这个文件怎么改呀？姐姐，你好厉害，这么难的案子都能胜诉。姐姐，做我女朋友好不好？看到沈旭关切的眼神，我回了神，冷声拒绝。不能，我没空。江燕的声音听着很虚弱。别挂，我在夜色被关在一个好冷好黑的地方，手机没电，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姐姐。砰，重物落在地上的声音，电话挂断了。江燕，我捏紧了手机，可对面再无回应。江燕有很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手机没电，身边没人。如果我真是江燕联系到的唯一一个人，如果她真的因为我出了事，我提起包对沈旭说了声抱歉。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吧，我有车，你朋友不会有事的。沈旭没有被放鸽子的恼怒，反而温和地安慰我。在车上，我紧捏着手机，害怕错过江燕的求救电话。晚上车不多，很快我们就到了夜色酒吧。车刚停好，我就急切地跑下车，给江燕打了无数电话，都没人接听。我的心沉到了底，刚准备报警，却听到熟悉的包厢传来了陈婉和的声音：阿燕，明月真的会来吗？婉和姐你就放心吧，沈明月可是江哥最听话的狗，保证随叫随到。我推开了门，笑闹声戛然而止。江燕见到我，得意地勾嘴角。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。她晃了晃面前的游戏牌。别担心，只是婉和大冒险输了，我帮她摇一个人，结果没想到你真那么闲。拨出无数电话得不到回应的担心，剧烈跑动被高跟鞋磨破的脚跟，就换来一句没想到你真那么闲。陈婉和捂着嘴咯咯咯的笑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心情不好，阿燕想逗我开心，你别介意啊。明月，你蛮有逗人笑的天赋的。他亲热地靠上江燕的肩。辛苦你一大把年纪还随叫随到的，跟保姆一样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按市面上的价格给你开工资。场上荡开一片默契的哄笑声。江燕微微皱眉。他不是。我截断他的话，抬起头冲着陈婉和笑。好啊，保姆1个月市价6000，8年一共57万6，你转我吧。陈婉和笑容僵住了，眼里挤出几滴泪花。刚刚起哄的人也尴尬地闭紧了嘴巴。江燕把陈婉和揽在身后，脸色铁青。你何必为了这么点钱为难婉和？他拿出手机操作几下，叮，钱到账了，辞职审批通过的消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已经躺在邮箱里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他宁愿掏50万为陈婉和解围，也不愿意为我花20万彩礼。谢谢江律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走出门没多久，江燕就追了上来。我和婉和是清白的，你别闹了，那50万就当给你的彩礼了，我明天就和你领证好吧？我躲开他的手，指了指门口等我的沈旭。江律，请跟我保持距离，我男朋友在哪？江燕愣住了，傻傻地站在原地。沈旭快步走过来，听到我确认关系的话，眼睛一亮，他冲江燕伸出手。你好，我是明月的现男友，
限字咬得格外重，充满了挑衅的味道。你什么意思？江燕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和沈旭交握的手。沈明月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找小白脸！我扯出一抹嘲讽的笑。你把我当保姆，我为什么不能和别人谈恋爱？江燕，过去算我蠢，把最好的8年都浪费在你身上。现在你的白月光也回国了，你放过我这个替身好不好？江燕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那天晚上在酒吧你都听到了，明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天只是喝醉了，我没有故意耍你，我是打算娶你的。说到激动处，江燕情不自禁地想拉住我的手，却被沈旭推开了。沈旭揽住我的腰，呈一个保护姿态隔开我和江燕。我不知道你说了什么才会让明月那么伤心，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，以后我会代替你好好爱明月的。江燕还想再说什么，我指了指后面。陈婉和出来了，你在跟我这个保姆拉扯，小心他误会。江燕下意识拉开和我的距离，转头解释。婉和，我只是觉得里面有些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刚刚口口声声说舍不得我的人，现在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陈婉和。江燕爱我吗？决定分手前那个晚上，我反复想过这个问题，而现在我终于有了答案。他爱我，但是更爱陈婉和，在够不到陈婉和的时候，也舍不得我这个替身，用所谓的爱困住我8年，却始终不给一个承诺。廉价又自私的爱，像臭水沟里的泡沫一样恶心又脆弱。我挽住沈旭的手，坚定地向车里走去，不再回头看江燕一眼。看着我和沈旭离去的背影，江燕突然觉得心口有些慌，她竟然想要抛下陈婉和去追我。阿燕，我今天心情好难受，你陪陪我好不好？陈婉和秀眉微蹙，软声祈求。江燕强硬地把那点念头压了下去。陈婉和才是她真正爱的人，现在怎么可以为了一个替身动摇呢？而且沈明珠好哄极了，一句虚无缥缈的攒够彩礼就娶你，她就甘愿浪费8年青春。这次不过是听到了不该听的话，耍小脾气而已。那个沈旭估计也是他找的演员，之后只要好好道个歉服个软，沈明珠肯定会回来的。江燕这样想着，拉住了陈婉和的手，温声说好。酒吧暧昧的灯光下，江燕看着陈婉和那张与我相似的脸，脑海里我的身影却挥之不去。江燕抿了一口酒，突然觉得当年爱得轰轰烈烈的初恋有点没意思。酒局散场，江燕婉拒了陈婉和的邀请，一个人回了我们的家。看着我带走行李后有些空荡的家，江燕突然觉得心也空了一块。她捏紧手机，目光锁在备注亲亲老婆的联系人上。明月，我想你了。删掉。彩礼准备好了，我们结婚吧。删掉。纠结到凌晨2点，江燕也没打出一条完整的消息。她把手机一扔，倒在床上自言自语。她都敢找人演男朋友，气我了。我不能太惯着她，我1个星期不联系她，她肯定受不了，到时候肯定主动找我求和。江燕不知道的是，我和沈旭已经在准备结婚事宜，并且我接到了国外律所的邀请，下个星期就会远渡海外，归期不定。沈明月出差还没回来吗？江燕看着我空无一人的工位，烦躁地把买的早餐扔在桌上。同事小姑娘知道我准备开始新生活了，怕江燕打扰我，只说我去外地出差了。再加上陈婉和以刚回国为借口，总缠着江燕吃饭逛街，所以直到我和沈旭准备出国的前一天，江燕才后知后觉不对劲。她敲开老板办公室的门，故作漫不经心地打听起我的动向。沈明月他们负责的那个案子很复杂吗？需不需要我出一趟差？出差？沈明月上个星期就已经离职了。江燕神色一变。什么？为什么没人通知我？老板面露不解。上个星期他离职的时候，你刚好在和婉和约会，我就没有打扰你。再说，你跟沈明月也不熟吧？通知你做什么？江燕只觉得自己的整个世界轰然倒塌。沈明月离职了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还有什么约会？那天他只是请陈婉和吃个饭，怎么传到公司里就成他和陈婉和约会了？老板拿出手机给江燕看，有些疑惑。陈婉和发的朋友圈，这不是官宣你们在一起的意思吗？江燕皱着眉看那条朋友圈，配图很正常，就是2个人坐在一起吃饭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加了滤镜的原因，整张图显得有点暧昧，但文案就有些奇怪了。今天只吃了5分饱，剩下5分要宝宝来补。江燕攥紧了手机，这条朋友圈她没看到过。陈婉和屏蔽了她，在其他人眼里，江燕就是默认和陈婉和在一起的意思。那沈明月呢？他有没有看到这条朋友圈？沈明月是不是以为他背叛了他？江燕顺风顺水太久，久违地感受到即将失去一个重要的人的恐慌感。明月，陈婉和发的那条朋友圈屏蔽了我，我不知道这件事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消息发出去，看到一个红色感叹号时，江燕愣住了。之前8年吵得再凶，我也没拉黑过他，只因为我说过，只要还想在一起，我永远会留一个沟通的机会给江燕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电话也被拉黑了。江燕听着一遍又一遍的提示音，没有来的有些心慌，连沟通的机会都不给，这是真的打算分手了。江燕，马上有个很重要的客户要见，你去哪里？陈婉和着急地拉住江燕的袖子，却被她一把甩开。滚！明月要是因为这件事离开我，我饶不了你。江燕的眼神是前所未有的阴狠，陈婉和下意识地松开了手，等回过神时，只剩江燕大步离开的背影。江燕急急忙忙地赶到我爸妈家时，沈旭刚帮我把行李箱抬上后备箱，我们正准备出发前往机场。沈明月，
我下意识回头，一贯最注意形象的江燕，西装外套耷拉在身上，头发凌乱，整个人像是刚剧烈运动过一样，额头溢满汗珠。可现在她全然顾不上这些，只一味地叫我的名字，想阻止我上车。我躲开她伸过来的手，语气冷淡：如果是我有什么东西落在你家，直接扔了就行。江燕猩红着眼：你就不能听我解释一句吗？那条朋友圈是陈婉和瞒着我发的，我早就放下他了。那天我在酒吧里说的都是醉话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沈明月，你不能因为我说错话就判我死刑，我的心没有越轨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不会再犯错了。沈旭听到争吵声，想要下车查看，我摇了摇头，示意我自己能处理。20几岁时，我曾把自己带入过追妻火葬场小说的女主，男主知道我要离开后苦苦挽留，悔不当初。我可能会充满报复的爽感，会有一些物是人非的伤感，但当一切真的发生后，我的心里却没有多大波澜。我是红娘的女儿，看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男方坏事做尽，苦苦哀求的戏码。有时候女方念及过去的感情，会心软，但无一例外都会重蹈覆辙。这就是男人的劣根性，失去的苦苦哀求，求回来后却不会珍惜。我平静地望向江燕，我们分手的原因不是那条朋友圈，也不是你在酒吧说的那些混账话，甚至不是你8年不给彩礼这件事。我和你分手，只是因为我看清了你这个人。就算你和陈婉和断了，和我结婚，你也会和李婉和、王婉和牵扯不清。你的本性就是吃着碗里的，还想要锅里的。而我不想之后的人生都用在纠结你到底是爱我，还是爱外面的人多一点。说完，我也不管江燕的反应，转身上车。那沈旭呢？你放弃了我，选择沈旭，你就能确定他比我好吗？我脚步顿了下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我不能确定他就比你好。我出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他愿意跟着我出国，所以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对我的爱偏移了，我也会离开。我是自己人生的女主，我选择的人才是男主。我不会因为被你伤害过，就拒绝接下来遇见的所有人。江燕，你在我接下来的生命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身后没再传来声音，我登上了车。沈旭神情有些不自然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，也不是很在乎。之前我被8年的感情背刺，盲目的想抓住一根救生木，而现在我已经上岸，哪怕这根木头不愿意救我了，我自己也能活得很好。江燕还是跟陈婉和在一起了，是陈婉和主动追求的，两个人都是彼此轰轰烈烈的初恋，分开的时候又恰好处在热恋期，所以哪怕10年了，也不能彻底释怀。江燕本以为和陈婉和在一起，他能够彻底忘记我，可是看着陈婉和那张与我相似的脸，他却总会想到我，甚至有好几次叫错了名字。陈婉和从小到大是被人捧着长大的，第一次被叫错名字的时候，气得直接把咖啡泼江燕脸上了。你爱找替身这毛病真是改不了了啊！你见不见啊？每次都等人走了才开始怀念。第3次叫错名字的时候，陈婉和很平静地提了分手。连名字都能记混好几次，你这脑子我也不建议当律师了，趁早去医院看看吧。白月光只有在回忆里才最美好。律所当时恭喜他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人，得知他们分手后，尴尬的不行，甚至影响了团队氛围。陈婉和还好，毕竟能力够出众，会引领着大家解决问题，相处久了尴尬感就没那么强了。江燕却融入不进去环境，甚至有好几次在见重要客户的时候发呆。老板委婉地提醒了几次，终于忍无可忍辞了江燕，把陈婉和提拔了上来。江燕走之前，陈婉和抱着文件，百思不得其解地摇了摇头。我之前像是被什么玩意控制了一样，真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惦记你这样的货色10年，都要成我案底了。江燕被分手被离职这2件事，我是从江燕朋友嘴里听说的。因为江燕离职那天晚上去酒吧喝了个稀巴烂，她朋友找不到人来照顾她，给我这个冤大头打电话，我笑够后就挂了电话，怕被骚扰，把江燕那几个狐朋狗友也拉黑了。出了国之后，在找男人这件事上，我有点报复性补偿自己的意思。在国内，我8年就谈了江燕1个。在国外，我1年就谈了8个，光是来参加选秀没钱回家的俊美男模，我就收留了4个，还有温文尔雅的教授，爱运动的阳光小狗，每个都比江燕强。出国第2年，我就跟沈旭说明了没有结婚定下来的打算。其实我很喜欢他，但我不想一直吊着他，那跟江燕有什么差别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被我那4个帅气男模气得眼睛通红，也不同意跟我分手。不过我也没多劝，反正我是既得利益者，年轻时还会纠结真心不真心、结婚不结婚的事情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我念头也通达了，给一个男人无数次机会，不如给无数个男人1次机会。曾经无比在意的年龄大这件事，我也想开了。年纪大咋了？年纪大我会疼人，而且律师越老越吃香，打的案子多了，总有人奔着我的名气，捧着案子让我挑。我心情好的时候就选个案子打，想度假的时候就吃律所的分红。现在我正在和我的8个男友在夏威夷度假，最大的烦恼就是晚上挨着哪个睡。我翻个身享受日光浴，吸了口椰汁，真是纠结啊。